你绝对想不到现在的吃播圈有多乱，有的网红表面是吃播，实际上却是在捞金诈骗。大家好，我是峡谷课代表，今天来盘一盘这些年翻车的美食博主。说起吃播界的天花板，那绝对非小贝饿了不可。麻辣鲜香，泡面来口，碳水加碳水，快乐加倍。长得漂亮又能吃，绝对算得上是吃播界的一姐了。但随着她的走红，质疑声更是不断。别看小贝饿了身材很瘦弱，但她的饭量是3个女生的饭量那么多。去探店时，她一个人也能吃掉很多，让人看了都目瞪口呆。小贝饿了做吃播的时间不短了，每顿饭吃的也很多。可意外的是，她没有像胖猴仔等人似的把自己吃成大胖子，反而还是很苗条，这就让人很纳闷了。不少网友表示，做了3年的吃播，每次3口吃一盘，但是却越吃越瘦，而且面容越来越憔悴，视频说话嗓子也开始沙哑。大批网友开始质疑小贝催吐，并且由于视频每次都只录吃的部分，不露面的部分更是被不少人质疑假吃。就这样，在大批的质疑声下，小贝的人设也快速翻车。至于为什么小贝饿了干吃不胖，谁也没有找到原因，或许这是他给自己塑造的一种人设。就在最近，一位同行揭露了吃播圈的内幕，其中就提到了网红小贝饿了。有朋友在刷网红小贝饿了的视频当中，也在发表感叹，为什么吃啥都不胖呀？这位同行看到后直接就来了一句，别看了，都是骗子，没有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去吃的，吃的多还不胖，要么是假吃，要么就是在抠吐。之后小贝饿了还被这位同行斥责良心坏透了，他们挣了很多钱，但网友们却失去了健康。此人认为，像小贝饿了这种类型的网红，从一开始就是带着营销目的来的。他会告诉大家，没事吃就行，我就吃这么多还不胖，就是因为吃了某某某，帮助我阻断了糖分的吸收。很多不明真相的人看着小贝饿了确实吃得多还不发胖，就盲目的相信了他的话，跟着买了很多产品，结果回到家自己试用之后根本没有任何的用。所以这类人从始至终都是想推广自己的产品，哄骗网红们吃下去，这样不仅让网友们失去了钱这么简单，典型的就是想要网友的命，想要网友的棺材本。这些人为了赚钱早就没有的底线，可网友们还在拍手叫好，无脑的力挺所谓良心博主，真是太垃圾了。听了小贝饿了同行的话，感觉还蛮有道理的。每次小贝饿了在吃东西的时候，确实看着他大口大口的在干饭，但一到了要下咽的时候，就会把镜头给切掉。他给出的原因是录制的时间很长，没有下咽镜头也是凑巧。可说句老实话，大家都关注他好几年了，也没正儿八经的看过他下咽，还能够用凑巧来形容吗？但事实到底如何呢？小贝也始终没有出来回应，可能人家就是天生的吃不胖体质呢。继小贝饿了之后，又一位千万吃播博主翻车，而翻车的原因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天哪，这个是正儿八经的新疆炒米粉的酱啊！看过张喜喜视频的都知道，张喜喜酷爱吃辣椒，每次吃辣的程度甚至都超过常人能承受的能力，但是却被网友质疑，吃这么多辣椒，皮肤不仅不长痘，反而还越来越好。再加上张喜喜的视频几乎也没有吞咽镜头，大批假吃的言论向他席卷而来，而后又因为公然浪费粮食成为众矢之的。张喜喜作为一名探店吃播的网红，在社交平台上有468万粉丝。他不仅吃得快吃得多，最关键的是张喜喜有着一个让人羡慕的怎么吃都不会胖的身材。不过一向号称大胃王的张喜喜也因为大胃王这个称号翻了车。6月5日，张喜喜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则自己去吃冒菜的视频。在选购环节，卖家曾多次劝阻张喜喜，自己家的辣椒很辣，不要选太辣的。但张喜喜听了之后依然坚称自己很能吃辣，一定要最辣的。结果一盆冒菜端到桌子上，只能看见满盆红彤彤的颜色，表层全是辣椒，根本看不见下面的菜品。此时大家将目光放在了张喜喜面前的米饭上，尤其是这碗米饭的高度。接下来张喜喜便开始大快朵颐，但毫无例外，他吃的每一口菜都要在米饭上蹭一下。本以为他会连带着米饭一起吃进嘴里，但却只是一直吃菜罢了，而菜上所带出来的红油就这么被无情地丢进了米饭里。眼看着红油都已经顺着碗边流下，但张喜喜却依旧丝毫没有要吃上一口米饭的意思。毫不夸张地说，等到张喜喜把盆里的冒菜都吃得差不多了，她的米饭还放在那边，跟开始的时候一样高。
如果你觉得张喜喜只是先吃菜再吃饭的顺序，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到视频的最后，张喜喜都开始吃手中的零食，米饭依旧保持着一开始的高度，一动不动，只不过从一开始的白色变成了红彤彤的颜色。先不说张喜喜的吃饭顺序，如此这样一碗被红油浸泡的米饭，想必谁都会觉得难以下咽吧。当然，这也不禁引起网友们的质疑，张喜喜是在用米饭吸油吗？对于网友们的质疑，张喜喜解释说，米饭要放到最后吃，但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够说服网友。毕竟在长达上下集的2期视频当中，张喜喜都没有要吃掉碗中米饭的意思。以大胃王宣称逞能说自己喜欢吃辣，结果拿米饭吸油，这样的行为又何尝不是一种铺张浪费呢？小孩子都知道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在大胃王这边却变成了换取流量的噱头，网红的宽容度未免也真的太低了。但其实像张喜喜这样铺张浪费的人完全不在少数。为了营销自己大胃王的人设，不少网友会跑到饭店点上一桌子吃的，录制一个自己把所有视频吃掉的视频。然而在吃了一口之后，大胃王便会暂停录制，将嘴里的食物吐到垃圾桶中，再开启录制，假装出自己已经吃完的样子。除了这种明目张胆的浪费，还有很多网红会选择在吃完食物之后去催吐，将自己吃进去的东西全部吐出来，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怎么吃都不胖的形象，成功吸粉无数。如果说假吃催吐浪费粮食都能够接受，那么这位的做的事情绝对忍受不了。虫虫本是一位探店美食博主，但是却在一次安利潮汕生腌时翻了车。争议源头是虫虫5月中旬发布了一条美食推荐视频，内容是潮汕生腌。他选择了一家杭州本地的小店，全程大夸这家店如何好吃。就这碗米饭，谁看谁不迷糊，再浇点他们的这个腌料汁儿。不管是生腌的味道还是料汁，都被他形容的好吃到无与伦比，甚至强调连香菜大葱这种配菜都很好吃。接着视频里的虫虫还一边大吃一边指出这家店生腌的味道和其他店都不一样，如此卖力的推荐，观众难免印象深刻。吃播虫虫在视频发布之后还转发视频到动态再次推荐，有网友看到这条视频果然就记住这家小店，时隔2个月还不忘和朋友一起去吃，结果直接被坑，3盘生腌直接收了他900块，10几只生腌虾要299元，生腌皮皮虾也要299元，生腌生蚝要288元，加上其他小菜主食的费用，网友根据虫虫推荐选择这家店，硬生生花了他1000多块，300定金加706实付。除了价格出奇昂贵之外，这家店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价格不透明。网友表示他预定点菜的时候都询问过价格，后续还在店里当面询问过，结果老板都是沉默不回应，等到网友吃完结账的时候才告诉他们具体价格。随后网友通过点评网站发现，这家店早就收获了不少差评，早就被骂宰客，经常随意提价。众多粉丝开始讨伐虫虫，觉得他这一行为就是在欺骗相信他的粉丝。但虫虫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表示吃之前都应该先看清价格，而他也拒不承认自己收了店家的钱在做推广。虫虫回应一出，包括被坑网友在内都对此立马表达了不满，认为他这种上来就撇清自己的行为实在令人反感。网友指出问题所在，拍摄的时候不提价格，全程卖力推荐，网友基于信任前往消费被坑，事后又说和自己没关系，如果不能够对推荐店铺负责，就应该避免推荐。既然是探店的话，就应该像肉肉、老唐这些博主一样，把吃过的东西价格说出来。如火烤皮果鱼18块钱一只，这样会让看的人知道这个价位自己是否能够消费得起。可虫虫不管去什么地方探店，从来不说价格问题，只是一个劲儿的夸赞美食的好，就像别人吃不到一样。也是因为他这种夸大式的宣传方式，所以才引起了众人的不满和争议。有400多万粉丝关注了虫虫，说明他是个很有潜质的博主。可是为了这点探店的费用，将这么垃圾的店铺都给宣传出来，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网红虫虫的行为在探店圈子里肯定不是个例，相信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峡谷课代表。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日本大胃王比赛中的10位最著名选手，而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位就是增根菜津子，一个在大胃王界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增根菜津子被誉为暴食女王，是日本大胃王排行榜上的佼佼者。
与传统印象中大胃王往往体型丰满不同，曾根菜津子是个例外。她身高1.62米，体重仅45公斤，不仅拥有靓丽的面容，还拥有令人羡慕的身材，因此也被称之为辣妹曾根。她的食量惊人，30分钟内能够轻松消灭184个寿司，303个饺子，巅峰时期一次性能吃下24斤的食物。曾根的天赋让人称奇，医疗团队曾对他进行过检查，发现他肠道内的菌群是普通人的5倍，新陈代谢速度异常，即使是在睡眠中也保持着旺盛的活动，连医生都感到惊讶。1985年出生的他，在2007年的电视冠军节目中崭露头角，外形亮眼，吃相优雅，让他在众多大胃王选手中脱颖而出。爱美的曾根菜津子甚至在比赛中也会停下来补妆，但这并不影响她的表现，她依然能够轻松夺冠，成为大胃王。如今她逐渐淡出了竞争激烈的大胃王界，转向美食节目发展。在2012年和2016年，她分别迎来了2个宝宝，生活过得非常幸福美满。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日本大胃王界的热门人物木下佑香。许多人可能已经看过他的吃播视频，那些视频让人看得食欲大增。木下佑香常说，他希望在一个更自由的空间里分享吃东西的喜悦。他有着可爱的外表，但更吸引人的是他那惊人的食量，一顿饭的量足以媲美普通人1周的食量，而且怎么吃都不发胖。木下佑香在2009年的火力全开大胃王的比赛中首次亮相，获得了广岛地区的第2名。2013年他再次参赛，赢得了大胃王比赛的亚军。虽然他在比赛中的成绩并不是最突出的，但他在后来的发展却是非常成功。2014年，木下佑香加入了一家网红经纪公司，并创建了自己的媒体频道。如今他的频道已经拥有540万粉丝，自媒体经营的有声有色，收入也相当可观。在日本大胃王的辉煌历史当中，赤坂尊子的名字占有一席之地。她是1992年至2008年间大胃王界的女王级人物。1994年第4届电视冠军大胃王比赛当中，赤坂尊子以其惊人的食量崭露头角，一举夺冠。当时以40岁的她，外表温柔优雅，却拥有一个无底洞般的胃。她曾一口气吃掉了62盘寿司，最高纪录是1小时内吃下7.2公斤的红豆汤，且依然面色不改。尊子对甜食情有独钟，他曾说只要有甜味就能够增加食欲，因此在比赛中他总是会在水中加入大量砂糖，以持续提升进食的速度。然而2002年，一位日本爱知县的高中生因模仿大胃王比赛中的选手而不幸噎死，导致日本立即停止了所有相关竞赛。赤坂尊子不得不选择隐退，转行成为一名保险业务员。2021年，一档节目找到了已经66岁的赤坂尊子，他看起来脸色有些憔悴，与过去神采奕奕的模样大相径庭。节目邀请他再度参加大胃王的比赛，希望能够重现当年的风采。但赤坂尊子透露，数年前他曾接受过盲肠手术，食量已经大幅减少，近10年来都未曾暴饮暴食。面对满桌过去最爱的甜食，他也只能够喝下6碗甜汤，与全盛时期相比落差巨大。在日本大胃王的璀璨星河当中，小林尊以其非凡的食量和俊朗的外表脱颖而出，被誉为大胃王界的小林王子。自2000年起，小林尊开始在赛场上崭露头角，但不幸遭遇了日本对大胃王比赛的抵制风潮。面对这一挑战，他没有气馁，而是在2001年转战美国，开启了新的征程。在美国，小林尊的才华得到了充分发展。从2001年到2006年，他连续6次夺得内森国际吃热狗大赛的冠军，创下了12分钟内吃完50个热狗的惊人纪录。到了2006年，他更是以吃掉近54个热狗的成绩，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2012年，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一场盛大饮食比赛当中，小林尊以半个小时内狂吞337只鸡翅的壮举夺冠，并刷新了该赛事的纪录。2009年，小林尊的成就得到了国际认可，被 CNN 评为亚洲伟大的体育英雄之一。2020年，他以神秘嘉宾的身份重返火力全开大胃王的比赛，这是他时隔19年的首次回归。尽管岁月流转，小林尊的风采依旧，他的表现再次证明了自己在大胃王界的地位。如今，小林尊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但他的传奇仍在继续。
他出版了一本书，记录了自己的大胃王生涯，也算是进入了半退休状态。在日本大胃王的辉煌历史当中，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不容忽视，她就是被誉为魔女的菅原初代。自2007年首次摘得火力全开大胃王比赛的桂冠以来，他便开启了一段传奇般的征程，获奖无数，实力之强甚至让节目方不得不对他实施禁赛。他最近一次夺冠是在2021年，以女王级的实力，至今仍令无数新老选手敬畏。菅原初代对米饭情有独钟，他曾创下一口气吃下约9公斤的茶泡饭和8公斤的海鲜饭的惊人纪录。然而他踏入大胃王世界的背后却隐藏着一段心酸的往事。他与前夫频繁争吵，儿子又患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为了排解情绪，他开始暴饮暴食，没想到竟然意外发现了自己在大胃王领域的天赋。遗憾的是，菅原初代在2022年6月被诊断出患有大肠癌，此后他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到了2023年的3月16日，菅原初代的经纪人向公众宣布，他已于3月9日离世，享年59岁。这一消息让无数粉丝纷纷涌入社交平台，哀悼这一位大胃王界的传奇女王。在日本大胃王的璀璨星河当中，山本卓弥与白田西川三人的对决成为了大胃王历史上最经典的对决之一。三人实力旗鼓相当，经过90分钟的激烈较量，山本卓弥最终击败了对手，捧起了冠军奖杯。2013年秋季，山本卓弥再次复出，参与了被誉为大胃王史上最强战争的比赛。他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2012年的王者怪物木下，再次登上了日本大胃王界的顶峰。山本卓弥的成就不仅限于赛场之上，他从京都厨师专门学校大和学院毕业之后，曾在大阪希尔顿酒店就职，并获得了河豚加工许可证。2016年，他开设了自己的居酒屋，生意兴隆，经营的有声有色。木下智弘在日本大胃王界中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他以其惊人的食量和比赛中的卓越表现而闻名。2006年的秋季，他首次参加了火力全开大胃王的比赛，但因中暑不得不退出比赛。尽管遭遇了挫折，木下并未放弃，他在2012年的复出之战中一举夺冠，震惊了所有人。他那瘦削的身材下隐藏着巨大的能量，曾创下90分钟内吃掉 12.4 公斤的食物的记录，打破了之前由巨人白田保持的10公斤记录。然而，木下智弘的名声并非一帆风顺，网络上关于他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许多人质疑他在比赛中未能够将食物吃得干净，这些争议让他的形象受到了影响。2013年，他再次参赛，但这次他败给了山本卓弥，此后便淡出了大胃王的比赛舞台。更令人唏嘘的是，有关木下智弘饮食失调、患有厌食症的传闻四起，使他成为了一个备受争议的选手。在大胃王的传奇故事当中，白田信信的名字响当当，他不仅拥有惊人的食量，还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辉煌成就。18分56秒内扫光10公斤日式咖喱饭，36秒内解决20个寿司，1个小时之内更是能够吃完22碗超大份的牛肉盖饭，这些记录至今无人能够突破。而他那1.95米的身高也让他赢得了巨人白田的称号。2001年的4月，白田信信在电视冠军大胃王比赛中首次亮相，便以亚军的身份出道。同年9月，他更是一举夺得全国冠军，开启了自己的全盛时期。那个时候，他的年收入高达3000万日元，成为了大胃王界的佼佼者。然而2007年，在火力全开大胃王比赛中取得2连胜之后，他选择了光荣隐退。长期的大量进食让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这也是他做出这一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退役之后，白田信信在大阪开设了自己的炸串店，并亲自在第一线为顾客服务。他的店很快成为了粉丝们朝圣的圣地，大家都争相前来与这位曾经的大胃王巨人合影留念。射手石佑大本名西川广信，这位年轻的大胃王在2001年首次亮相电视冠军大胃王比赛，便一举击败了当时备受看好的巨人白田，两人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了彼此间既竞争又相互激励的好友。那时的射手石佑大年仅19岁，还是藤田医科大学的一名学生。2002年大胃王比赛遭遇停播，射手石佑大不得不暂时离开赛场。
2005年，他以西川广信的名字重返赛场，并获得了西川医生的亲切外号。遗憾的是，在那年的比赛当中，他与巨人白田双双败给了山本卓弥，只能够屈居亚军。在经历了2年的沉寂之后，射手石佑大于2008年再次复出，并以无可匹敌的实力战胜了山本卓弥，重新夺回了冠军的宝座。然而，在他的事业达到巅峰之际，他选择了隐退，告别了演艺圈和电视圈，仿佛要与他8年的大胃王生涯彻底划清界限。他不再参加任何通告。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峡谷课代表。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之下，社交媒体已成为我们分享生活点滴的重要平台，其中直播间以其独特的互动性和即时性，成为了众多网友热衷的聚集地。自2010年在韩国兴起以来，吃播这种通过视频直播或录制展示主播品尝各种美食的节目形式逐渐风靡全球。观众通过屏幕不仅能够享受到美食的视觉盛宴，还能聆听到食物咀嚼的声音。这种 ASMR 体验让人仿佛身临其境。但随着吃播文化的流行，一些问题也逐渐浮出了水面。比如，如果主播在直播中只是假装进食，这还能算是吃播吗？Eat with Boki， 一位韩国知名的吃播主播，他的频道在短短6个月内就吸引了100万订阅者，目前订阅者人数已经超过了900万。他以直播 ASMR 内容和可爱的外貌著称。摩恩·博基1995年6月15日出生，2019年创立了自己的 YouTube 频道。早在2013年，19岁的他就因为在普信阁敲钟活动中被 YTN 记者采访，因长相酷似崔真理成为网络热门话题。尽管外表可爱，有着樱桃小嘴，但当他开始品尝美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使用的汤匙尺寸超乎常人，甚至能够轻松一口吞下一个巨大的黄金炸鸡腿，并直接吐出骨头。这种吃法如果换作普通人，连续3天就会体重暴增。然而 Boki 却保持着苗条的身材，这让人不禁好奇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就连大胃王冠军 Matty Stoney为了保持身材和健康，也需要每周5天的时间进行健身和饮食控制。他们通常通过饮水或饮料来锻炼胃部肌肉。那么这些吃播主播是如何频繁更新内容，同时又不增重的呢？然而随后发生的事件对 Boki 的频道造成了巨大负面影响。2020年，多名韩国网红因为在含有赞助和广告的视频中标明了广告，引发了公众的不满。许多韩国网友感到受骗，这股怒火也烧到了韩国直播界的 YouTube 主播们。Chan PD 和 Hongsound 因隐藏广告而备受争议，他们假装自己花钱买食物，实际上是在进行隐性宣传。随后 Chan PD 在视频中直接点名了多名吃播 YouTube 主播，其中呢就包括 Boki。我就是要说出来了，我管你们去死！许多主播在被曝光之后，迅速修改了之前的视频，标注为包含广告，并纷纷发表道歉声明。一些主播甚至选择退出 YouTube。吃播主播网红朱样在8月6日凌晨通过自己的频道发布了一段视频。然而有趣的是，这段视频后来被设为私有，而该频道至今仍在制作吃播内容。在数字媒体的时代，吃播已经成为了许多人的娱乐选择。然而，随着吃播主的隐藏广告争议浮出水面，这一领域的信任危机也随之爆发。当然，在这隐藏广告风波当中，引起最大争议的是吃播主 Boki， 这位备受瞩目的韩国吃播主，因为指控在直播中未明确标注赞助内容而备受指责。在一次披萨直播当中， Boki 声称披萨是他自己购买的，但后来被揭露，实际上则是一则广告。最初 Boki 否认了这一指控，但在确凿证据的面前，他不得不发表道歉声明。他在声明中解释说，他已经标注了赞助，但可能因为标注位置不明显而未被观众注意到。然而网友们对他的解释并不买账。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Boki 在第2天再次发文道歉，承认部分视频确实存在隐藏广告，并承诺将修改未标注的视频。他还提到，自从开始 YouTube 生涯以来，除了获得支持之外，他也遭受了网络暴力和对家人的谩骂，这使得他不敢公开承认广告。但网友们对这次道歉依旧不满。接着 Boki 发表了第3次道歉，详细列出了自己的错误，并承诺今后会明确标注广告。他表示对于未能够正确认识到错误的行为感到惭愧，并承认不再辩解。尽管如此，网友们仍然对他的态度表示怀疑。
不久之后 ，Boki 的吃播视频再次受到质疑，这次是关于视频造假的问题。一些网友指出，视频中存在剪辑的痕迹。Boki 在吃东西的时候，动作看起来非常奇怪，比如他喝过珍珠奶茶之后，桌上的饮料量会神秘减少，或者在喝过饮料之后，嘴唇上突然出现了口红。还有在尝试吃鸡块和粉条的时候，鸡块似乎在镜头切换后消失了。每次镜头切换的瞬间，他嘴里的食物都会神秘消失。更令人费解的是，每当 Boki 举起食物展示1之后，桌上的食物就会发生变化，部分食物被移动或者从画面中直接消失。这一系列诡异的现象引发了网友的质疑，他是假吃，并没有真的把食物吞下肚子里，而只是放进嘴巴咀嚼之后再吐出来。瞬间 Boki 的剪辑讯号和 Boki 假吃的字眼登上了热搜，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追捧的直播可能并非如其所言。面对公众的质疑， Boki 坚决否认了所有关于假吃的指控，并坚称自己是真正的吃播主。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特意上传了一段完整的1小时吃播视频，并在 YouTube 上发文解释，在进食期间，食物有时会弄脏嘴巴，整个画面看起来很肮脏。我非常在意那些给观众带来不适的画面。这次准备的影片是3个未经剪辑的代表性影片，并且仅以最小的马赛克处理了可能会引起观众不悦的部分。视频中 Boki 尝试通过各种方式证明自己的确在吃，然而其中的一些细节，比如有神秘男子向他递矿泉水以增加拌面的声音效果，却让网友们觉得这已经背离了吃播的初衷，认为他只是在做戏。尽管 Boki 试图通过上传未剪辑的视频来澄清，但舆论并未就此平息。Boki 还陆续发布了之前视频的完整版，并在其中解释了一些具体的质疑，例如在吃汉堡的过程当中突然补涂口红的情况，他解释说那只是他的个人习惯，而做出1的手势则是为了调整嘴唇和清理牙齿上的食物。对于被质疑吐食物的情况，他表示可能是因为食物太烫。尽管 Boki 不断努力澄清，但网友们并不买账。有人留言说，自从事件曝光之后，所有的解释听起来都像是借口。一些观众表示，如果不喜欢，大可以取消订阅，不必浪费时间生气。Boki 在争议后消失了3个月，直到11月9日才重返 YouTube。 他发布了新的视频，并在视频中向观众问好，表示他会回归初心，展现更加成熟的自己。Boki 在回归之后加快了视频更新的频率，似乎已经调整好了心态。在2021年的5月 QA 视频中，他再次回应了假吃的争议，并解释为何只上传了2020年部分未剪辑的影片。 말을 정말 싫어합니다. 중학교 때 엄마가 뭘 갈았다고 먹으라고 주시는 거예요. 他表示自己已经从这些争议当中吸取了教训，并开始上传经过剪辑和未剪辑的影片，甚至开始直播吃东西。如今面对 Boki 的回归，网友们的意见依然分歧。一些人呢质疑他是否真的在吃，还是只是在做样子。也有人感叹，为什么他明明吃的比我多，竟然还比我瘦。这一系列事件对 Boki 的频道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他不仅揭示了吃播界的一些不正当行为，也引发了对直播内容真实性的广泛讨论。观众开始质疑，这些吃播主为何能够频繁更新内容而不增重？他们是否真的在享受美食，还是在进行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随着事件的发酵，吃播主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必须在追求流量和维护诚信之间找到平衡。这场风波也给整个直播行业敲响了警钟，提醒着所有的内容创作者，诚信是赢得观众信任的基石。尽管面临争议，但直播及吃播文化依然具有独特的魅力。他们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新的娱乐方式，也为主播们开辟了展示自我和分享生活的舞台。然而，只有建立在真实和透明基础之上的直播内容，才能够获得长远的发展和观众的认可。对于 Boki 和其他吃播主来说，未来的路呢还很长，他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容创作策略，并努力赢回观众的信任。而对于我们观众而言呢，也需要提高辨别的能力，理性看待直播内容，不被虚假宣传所迷惑。在未来，随着监管的加强和行业自律的提升，我们有理由相信直播和吃播文化能够更加健康透明的发展，为观众带来呢更多高质量的娱乐体验。希望你能够喜欢本期视频。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峡谷课代表。在食欲不振的日子里，许多人会打开 YouTube 寻找吃播视频，希望借此激发自己的食欲。吃播的世界里，食量和颜值往往成正比，
尤其是当主播是一位美女时，她受到的关注就会更多。在中国大陆就有这么一位美女网红，她的食量惊人，一天能吃下的食物量足以让7个壮汉望尘莫及。120块一斤。然而，正是这巨大的食量，让她遭受了网友的猛烈批评，甚至导致她的视频被迫下架。在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2022年年底，这位名叫二狗的正妹网红正忙于自己的怀孕生活。怀孕5个月的她，因为无业在家，决定拍摄自己的日常生活，并发布到抖音上。她的初衷是分享生活，同时也希望能借此赚取一些零花钱。没想到，她只是简单的分享了自己每天的吃饭日常，就意外收获了众多网友的喜爱。在其他孕妇还在为各种营养指标严格控制饮食时，二狗在视频中却毫不顾忌。她的早餐是肯德基，午餐前又吃了2根糖葫芦作为开胃菜，午餐时她更是大快朵颐，炸鱼、鲜虾、皮蛋等美食一一被她收入腹中。午餐后她又吃了香蕉，顺路买了奶茶，零食也从未间断。直到晚餐时又享受了一顿满汉全席。晚餐后她又吃了雪糕，甚至在厨房为自己煮了意面作为夜宵。二狗的食量之大，让自称食量不小的课代表也自叹不如。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她如此能吃，但她的产检结果显示，她的妊娠糖尿病数值不仅没有超标，反而偏低，这让许多孕期胃口不佳的妈妈们羡慕不已。二狗自己也庆幸自己不仅没有遭受孕吐的困扰，甚至因为身体原因，有时候少吃一点或上个厕所就能减轻体重。随着她在抖音上的粉丝数激增至数百万，二狗在生完孩子后继续发展她的吃播事业，成为了网友们眼中的电子小猪。随着关注度的增加，她的食量也越来越大。然而，在发布了一期吃线面的视频后，她开始受到质疑。就煮1-2分钟就行。线面是福建的特色美食，虽然看起来与普通面条无异，但它的吸水性极强，一小碗面吸收汤之后能变成满满一碗，这让许多福建人小时候都感到头疼。一位福建粉丝看到二狗的食量后，私信挑战他，想看看是线面更厉害，还是二狗的胃更胜一筹。当二狗看到那条私信时，他并没有把线面的挑战放在心上，他立刻购买了1包线面，将8捆线面全部投入锅中。他知道线面吸水后会膨胀，因此还特意准备了5个小馅饼作为开胃菜。在等待线面繁殖的过程中，他又添上了1盘豆皮肉卷，以增加风味。即便已经吃下了不少，第1碗面很快便被他一扫而空，紧接着是第2碗面，搭配了15个包子作为配菜。二狗的挑战还在继续，第3碗面加入了3个早餐卷，同样被他吃得干干净净。视频中的二狗紧接着又端上了第4碗超辣的现煮线面，为了缓解辣味，他还准备了1盘烧麦和1瓶牛奶，这一碗也几乎被他吃了个精光，只剩下汤底。网友们看到这里已经震惊不已，但这还只是二狗的第1顿饭。他在视频的右下方注明，这仅仅是1天中的第1顿，彻底颠覆了人们对食量的传统认知。这期视频一经发布，立刻在网上引发了热烈讨论。许多福建网友深知线面的难缠，8捆线面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1周都吃不完，但对于二狗来说，这只是他1顿的食量。不少网红也看准了这个热度，纷纷开始挑战线面。这个曾经的福建小孩噩梦瞬间变成了全球的挑战。食量小的人可能连半捆线面都吃不完，而食量大的人也难以对付超过2捆。有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红，甚至以跟随二狗吃1天为主题，拍摄了专题视频。有的办公室20人挑战，吃了3个小时，连吃带打包，才勉强算是挑战成功。更多的网红则是在挑战面前止步，甚至为了不浪费粮食，叫来多位朋友一起接力吃。但即便如此，碗里的线面依旧剩下了一大盆。二狗的这次吃播挑战展示了他惊人的食量。在二狗的吃播挑战引发热议之际，一位网红决定召集自己的6位壮汉好友共同应战。葫芦娃6战哮天犬之2万大卡，第2篇中午好。这7位平均身高1.8米左右的壮汉，其中1位体重高达300斤，他们信心满满的准备挑战二狗1天的食量。挑战开始前，他们干杯壮行，博主甚至询问朋友是否能够吃饱，场面一度热闹非凡。然而，随着挑战的进行，众人的速度明显放缓，不久便有人败下阵来。尽管如此，剩下的壮汉们还是硬着头皮吃完了剩余的食物。
为了尽可能的模仿二狗的一天，他们甚至下楼散步，希望能消化一些食物，为下一顿做准备。几个小时后，这群壮汉再次上楼，开始享用二狗的饭后甜点。但此时，原本热闹的氛围已不复存在，每个人都显得无精打采，甚至有人开始拒绝进食。最终，那位300斤的壮汉实在无法忍受，选择提前离场，其他人也随之纷纷离去，留下了许多只吃了一半的饼。在随后的挑战中，博主和他的壮汉团队尝试了二狗的其他几期吃播视频，但基本都以失败告终。特别是在一次挑战102个馒头的挑战中，7位壮汉努力了一整天，最后还剩下40个馒头，更不用说其他的零食了。与此同时，网友们开始对二狗的视频提出质疑：7个壮汉从早吃到晚都无法吃完的食物，二狗一个看似瘦弱的女生，怎么可能一声不吭的吃完？而且体重丝毫不增，这显然不合常理。在这样的推理下，网友们在二狗的视频中找到了破绽。二狗最初的视频中，他的食量并不像现在这样夸张，每天除了正餐外，只是偶尔吃点零食。细心的网友还发现，二狗的视频中完全没有吞咽的镜头，这引起了人们的怀疑。随着争议的升级，更多细心的网友发现了直播影片中的更多细节，揭露了二狗只吃不咽的事实。在一个吃红糖饼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他在吃到一半时，袋子里出现了一团不明物体，显然是吃后吐回的红糖饼。在另一个视频中，有一段未剪辑的部分，明显的展示了他将虾饼吐出后又重新咀嚼的过程。除了这些确凿的证据，网友们还发现了许多疑似假吃的片段，如视频中不小心露出的塑料袋，以及与之前相比异常的咀嚼嘴型。在一期吃线面的视频中，尽管声称是一上午吃完的，但背景的变化却暗示着可能吃了好几天。随着越来越多的细节被扒出，二狗假吃的争议也愈演愈烈，甚至有网友戏称二狗的名字很写实，暗示着他的吃播可能并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真实。二狗家的小狗们正忙不迭地在桌下啃食塑料袋里的食物，而二狗自己也是时候行动起来了。之前一直拒绝直播的他，为了挽回形象，终于开启了直播，意图证明自己的食量并非虚言。然而这场直播却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外界对他假吃的质疑，就是我吃的那8捆线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直播中，二狗首先反复向网友们解释自己购买的线面数量并不多，并出示了购买凭证，但网友们显然对他的辩解不感兴趣，纷纷在直播间刷屏，要求他现场再吃一次。为了证明自己的食量，二狗在随后的视频中不断挑战自助餐，然而他在直播中的进食速度与视频中的速度大相径庭，即便是一个小小的鸡腿也要犹豫再三，不时地查看四周，顺便玩弄手机，磨蹭了2分钟才勉强咬下第一口。这次他确实将食物吃进了嘴里，毕竟直播无法剪辑，但二狗却咀嚼了20-30下才勉强完成了第一口的吞咽。按照这样的速度，想要吃完8捆线面恐怕得等到天荒地老。好吧，线面的事情我们暂且相信，那就直接点，不再吃线面了，你只需将剩下的蛋糕、牛肉面、月饼等食物复刻一遍即可。说实话，让我惊讶的不是他如此明显的假吃行为，而是他在说谎时竟然能够面不改色，自说自话，条理清晰，这比大多数人在说谎时都要老练得多，真是细思极恐。这个澄清直播可以说是非常失败，二狗眼看已经没有办法拯救自己这么烂的名声了，只能偷偷下架了自己这几期的影片，停止更新。目前他的主页也只剩下最初始量没有那么夸张的影片了。在吃播文化盛行的今天，二狗的案例提醒我们，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虚假的行为最终都难以逃过公众的审视。而对于二狗来说，重建信誉的道路可能比他挑战的任何食量都要艰难得多。希望你能喜欢本期视频，如果你喜欢，请不要忘记点赞支持，同时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通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更新。如果你愿意，也请将本期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为你准备了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期待下一个视频，再见。